当你还在为每个月要缴的 HDB 房贷、不断飙升的 COE、小孩日益增长的补习费和账户里逐渐跑不赢通胀的 CPF 发愁时，新加坡的大公司甚至家楼下的中小企业们正在用 AI 悄悄裁掉你身边的中层白领。不要以为 ChatGPT 或者各种 AI 大模型只是个帮你写邮件、做翻译的玩具。就在我们每天喝着 Coffee、按部就班打卡上班，在 MRT 上刷着手机的时候，一场悄无声息却极其残酷的职场大洗牌已经开始了。过去几个月，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身边有些同事突然离职，或者公司冻结了某些基础岗位的招聘。你以为只要足够努力，老板就会看到你的价值，但现实是，算法比你更便宜，也更听话。今天我们要聊的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硅谷科技巨头，也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未来科幻场景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。在新加坡国家 AI 战略 2.0 的大背景下，你和我这样的普通打工人，到底会被时代的洪流无情淘汰，还是能看准时机，抓住这波技术红利，实现收入和阶层的逆袭？这个视频可能会有点扎心，甚至会打破你现有的安全感，但我保证，它绝对能帮你省下未来几年的弯路，让你在接下来的职场大震荡中保住饭碗，甚至拿到更高的薪水。很多人的认知还停留在 AI 只是个辅助工具，觉得它最多就是个聪明的搜索引擎。但如果你仔细研究过新加坡政府前段时间发布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2.0， 也就是 NAS 2.0， 你会发现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。新加坡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老龄化和结构性的人力短缺，外加连续上调的 GST， 越来越贵的租金和高昂的整体运营成本。政府非常清楚，作为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岛国，要维持国际竞争力，唯一的出路就是用 AI 强制拉升全社会的生产力。政府不仅是说说而已，而是承诺投入超过10亿新元来升级 AI 计算资源，并且通过各种津贴大力补贴中小企业去采用 AI 方案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老板，面对高昂的租金和人力成本，一边是要求加薪，动不动就跳槽的员工，另一边是只要通电就能24小时无休止工作，而且政府还倒贴钱让你用的 AI 系统，你会怎么选？答案不言而喻。你的老板现在有极强的动力，也有政府的财力支持，去用一套每月只需几百新元甚至几十新元的 AI 系统，替代月薪4、5千新元的初中级员工。在这套系统面前，他不用交 CPF， 不需要拿病假，更不会抱怨加班。在这个政策导向下，传统的苦劳，那些不需要太多思考的重复性工作，将变得一文不值。市场的残酷真相是，政府在推着企业往前跑，如果不转型，企业就会死，而如果你不跟上，就会被拿到补贴，用上 AI 的竞争对手，或者你那些已经熟练掌握 AI 工具的年轻同事无情碾压。那么，到底哪些行业现在最危险？谁又站在了被裁员的悬崖边缘？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最引以为傲，也是吸纳就业最多的2个行业：金融和物流。在 Shenton Way 和 Marina Bay 的写字楼里，以前需要5个初级分析师或者审计员花一整周时间去梳理的合规报告、财务报表和反洗钱审查，现在一套经过微调的 AI 模型，只需要不到10分钟就能输出结果，而且准确率甚至比疲惫的人工还要高出20%。再看看樟宜机场和 PSE 港口， AI 调度系统正在实时处理着极其复杂的供应链变量、天气数据和货轮班次。传统的物流调度员如果不转型，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经验在强大的算法面前毫无优势。不仅如此，包括广告营销、自媒体、基础设计、行政、人事等所有依赖信息搬运、数据整理和基础规则判断的岗位，在未来1到3年内都将面临灭顶之灾。过去需要整个团队头脑风暴几天才能产出的文案矩阵，现在只要输入精准的提示词， AI 在几秒钟内就能生成几10套不同风格的方案。但是别急着绝望，危机总是伴随着转机，大洗牌也意味着大洗牌背后的真空期。企业现在极度缺乏一种人，他们不需要会写复杂的 Python 代码，也不需要是计算机博士，但他们懂得如何向 AI 提出正确的问题，懂得如何把 AI 生成的粗糙方案结合新加坡本地市场的真实情况进行精细化优化。这种能驾驭 AI 的超级个体正在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资源，猎头甚至愿意为他们开出30%以上的薪资溢价。问题是，作为一个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人，怎么才能成为这样的超级个体？既然趋势无法阻挡，普通人该怎么打赢这场翻身仗？
答案就藏在新加坡政府的各项补贴和技能提升计划里。很多人每天只知道抱怨物价上涨，杂菜饭越来越贵，却完全忽视了政府摆在你面前的真金白银，甚至连如何登录 MySkillsFuture 都不知道，这简直是在暴殄天物。如果你是4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，今年政府刚刚在你的 SkillsFuture 账户里额外注入了4000新元的补助，专门用来支持中低层员工的技能提升。就算你目前30多岁，基础的培训津贴、TISA 等各种职业转换项目也完全能覆盖你的学习成本。这笔钱就是你跨越阶层、实现职场自救的启动资金。千万不要去报那些讲空泛理论的课程，你要学的是极其硬核的实操技能，比如提示词工程，如何用 AI 工具建立自动化工作流，如何用大模型进行商业数据分析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，当你的同事还在熬夜用 Excel 拉数据、写公式、掉头发做 PPT 时，你已经用 AI 在10分钟内生成了包含可视化图表、带有深度商业洞察的分析报告，准时下班去吃晚餐了。你不再是一个执行指令的工具人，而是一个指挥 AI 大军的指挥官。在下一次绩效考核或者求职面试时，不要只说你会什么办公软件，你要直接把作品砸在老板桌上，告诉他，我懂得如何利用 AI 工具，将这个岗位的产出效率提升3倍，并且还能降低试错成本。这就是你在 AI 时代最核心的护城河，也是你要求加薪的底气。不过，仅仅掌握工具就绝对安全了吗？我必须要在这里泼一盆冷水。仅仅学会几个 AI 工具的操作界面，并不足以让你高枕无忧。现在 AI 工具的迭代速度太快了，今天最火的软件，明天可能就被更强大的模型取代。真正能让你在这个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，是思维方式的彻底转换。AI 最擅长处理海量信息和标准化流程，但它最不擅长同理心，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博弈，更无法理解新加坡这种极其微妙的多元文化语境。一个 AI 可以写出完美的保险理赔条款，引经据典，毫无破绽，但它绝对无法坐在 Kopitiam 里喝着 Teh Tarik， 用最接地气的语言，带着一点本地口音，去安抚一位刚刚遭遇意外、情绪崩溃的安哥。比如在 CBD 谈生意时，那种在字里行间察言观色，在饭局上建立起来的默契，是任何冰冷的代码都无法模拟的。未来职场的赢家，是那些把重复性工作、数据处理全部丢给 AI， 然后把节省下来的大量时间全部投入到建立深度人际信任、解决非标准突发问题以及洞察商业本质上的人。你需要把自己的定位从一个被动接受任务的执行者，彻底升级为一个主动出击的资源整合者。你要用 AI 武装你的大脑，用人情世故建立你的网络。硬技能决定了你的下限，保证你不被淘汰。而这种结合了本地化洞察的软技能、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，才是决定你上线，让你在公司里无可替代的关键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，最大的风险根本不是 AI 太强大，而是你依然选择闭上眼睛装睡，觉得这一切都与你无关。新加坡的国家 AI 战略已经为你铺好了基础设施，甚至连你转型的学费都替你准备好了。时代的列车正在全速前进，你是选择被无情地甩在身后，看着薪水慢慢跑输通胀，每天为了生活成本焦虑，还是选择勇敢地跳上驾驶室，成为掌握方向盘、驾驭新技术的人？决定权完全就在你自己的手里，别再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内耗和抱怨上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抽出半个小时，去了解一个新的 AI 工具，去尝试把它应用到你的日常工作中。如果你对目前的岗位感到深深的焦虑，或者想要改变却不知道该从哪个 AI 工具开始学起，不知道怎么结合自己的行业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所在的行业和痛点。我会仔细阅读每一条评论，并挑选一些在未来的视频里为大家做手把手的深度拆解。在这个充满变局的时代，掌握信息差就是掌握财富，行动力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启发，打破了你的信息茧房，请务必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继续为你拆解硬核的搞钱知识和职场干货，带你看清时代趋势，抓住属于普通人的机会。我们下次见。